召集人有请。陈总监、司长，还有各位在座的女士、先生，大家好。今天我是很高兴能够有机会来参与这次的论坛，将我在心理健康是普世人权那条路上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好，这是2个礼拜以前在联合国前面拍的。那因为我去参加联合国的妇女地位委员会，他们除了45个国家在联合国内部妇女地位委员会讨论妇女的处境，争取大家的人权。同时呢，在联合国的周边，也是同样的2个礼拜时间，有很多的平行会议。这次就有700多个各个方案，90分钟一个，90分钟一个，密集在这2个礼拜里头，还不只是实体的，还有线上的，所以整个是非常的就说密集式。然后呢，大家有很多机会去互相讨论。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因为参加了联合国的妇女地位委员会，我是在1999年去参加的。那时候因为参加了国际组织世界心理卫生联盟，当了他们西太平洋的副主席。那世界心理卫生联盟的联合国的这个代表，他就告诉我说，问我是不是1999年愿意去参加 CSW 的这个民间 NGO CSW 的会前会的第1天的咨询会议中间介绍妇女心理健康和充权。那对我来说的话，其实我也觉得说，联合国这个机会从来没有想到过，而我们政府也都一直觉得，因为我们离开联合国以后，都不太能够谈到联合国的一些事情。但是因为我透过是国际组织得到了 pass， 然后能够进到联合国里面去观摩那45个国家怎么开会。他们提到他们有很多国内的一些问题，他们也提到他们有很多的就说需要去争取的地方，甚至我也听到很多不可思议的对女性的一些伤害，比方说中东或印度国家，他们会烧新娘，当寡妇就新娘你嫁过去，配偶就去世了，就烧新娘，或者是还是会有那个割阴蒂，中东国家和这个东南亚。那切割阴蒂真的是很可怕，让女孩子根本没有性感觉，而完全被男性奴役了。到现在还有27个国家有这样方面的这个酷刑，我们只能说是酷刑，真的是对女性非常非常不利。那也因为或者是还有就是这个很多时候有被性骚扰、性侵害，甚至都不相信受性侵害的人。觉得你都是在开玩笑，你都不是讲真的事情。那这些歧视的现象是在参加 CSW 这个过程中间让我大开眼界。我看到了国际上的对人权的关注，也看到了在这个过程中间，因为 CSW 他们可以看得到，就1975年第1次有世界妇女大会，然后1980、1985到1995在北极开第4次的妇女大会。后来民间团体因为每次都在他们周边开会，就觉得说，不够，以后每年在联合国开会的时候，我们就要在周边做这个平行会议。所以从97年就开始发展。那对台湾来说，我自己1999年参加，那到2001年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跟国内来提出来，我们在一个国际研讨会中间，在高雄办了一个国际研讨会，我就问在场的人有谁有兴趣跟我一起去联合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先前我们说我们也没有旅费啊，我们就是大家先自费，到时候再看有没有机会。所以那时候刚好我的一个双胞胎姐姐她住在纽约，我们就住在她家，然后我们就参加联合国的会议，那去听各种的状态。所以那年第1次是6个人，2001年这个是6个，2002年8个，一直到今年才有多少人？今年有65位我们台湾的朋友去，而且我们台湾在周边的会议中间居然有30几个，包括这个实体的有20场，那个视讯的有10几场，所以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而且是占所有世界中间之冠。好，我想这个是我去参加联合国的这个 CSW 的机遇，也让我看到说，1979年其实他们就通过了一个终止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公约，在这个公约里面提出来对妇女的等于是一个妇女人权，对她的歧视
对他的性别不平等，对他的暴力，然后我们应该要落实，要充权等等。那这样的一个主题，也让我看到说，哎，他对我们台湾人权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多。虽然我们1966年通过2公约人权，可是也都没有行动，所以我们就把 CSW 就是 CEDAW 就带回台湾了呀。那在这个状况中间，我想下一章我们先看是因为参加了这个 CSW， 我们看到 CSW 里头提到说，我们应该要有一些性别统计、性别预算、性别分析、性别影响评估，还有国家的专责机制。那也在从2004年，那是我们把这个就是 CEDAW 的概念带回台湾以后，一步一步，那台湾也就出现了我们的性别专责单位，而2012年成立了性别行政院底下成立了性别平等处。那以性别平等的行动轨迹，其实也可以回到我们心理健康的轨迹。我们也希望我们将来的心理健康的人权的路，也能够有性别统计、性别预算，这个也是能够有心理健康主流化这个概念，甚至有心理健康影响评估，还有心理健康的国家机制。那这个国家机制，我们现在的确就也争取到了。好，那 CEDAW 的话带到台湾来，那是2004年，就一起的朋友像陈耀华，东吴大学的，还有就是何碧珍是妇女全国联合会的秘书长，加上尤美女律师。那我们几个把 CEDAW 带回台湾以后，在台湾要落实。那从2004年开始，一直到2012，那这个过程中间，那 CEDAW 有什么好处？因为它是就是一个公约，但是呢，2007年台湾要去联合国，就是让他接受我们的公约的这个结果，联合国被拒绝了，说是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那在这个情形底下，所以我们还是做，所以我们会说，即使 CEDAW 的公约要有国家报告，那我们没有被接受，我们还是要做我们的国家报告。所以我想，妇权基金会、妇权委员会大家都很积极。那所以在2009年，我们做了第一次的国家报告。国家报告有什么好处？国家报告我们邀请国际的专家，让他们来帮我们做审查。那对审查中间的不合适的地方，他们会指出一些缺失。那另外呢，CEDAW这种国家报告有很大的好处，是民间团体可以参与，可以提出民间团体看到政府不足的地方，可以提出影子报告或替代报告。那这样子一个互动，其实可以让大家看到说，我们大家都能够参与，看到国家的改变。那2009年是我们自己来，那到2012年 ，CEDAW 接受了国家的施行法的法化，所以呢，2014年再继续办，所以在这些过程中间就国家开始要参与，国家会参与这些政府机构的回应啊，然后哪些不足啊，民间团体还是继续听。假如说审查委员提到你们国家不足的地方，政府就说我们有做，我们有做，但是民间团体说没有，你没有做，你还应该要再加强。啊，就在这些过程中间，那我们也看到，因为 CEDAW 的出现，1966年虽然台湾有通过2公约，但是一直没有行动，所以2公约在这个状况中间，它也就开始在就是也是2012年开始做他们第一次的国家报告。好，所以2公约报告，接着 CRPD 就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C 儿童权利公约，甚至最新的是今年的4月，马上就要办的，就是终止一切形式歧视对种族的歧视这个公约。好，那在这公约下面可以看到，因为我们政府重视公约审查委员的意见，所以也做了很多的回应，那就改善我们台湾整个的状况。可是，在这些公约中间，审查委员多半都还是提到说，你们都放了，就增加了一些设施，增加了一些法规，不管是性骚扰的东西或是什么，可是，在心理健康方面是非常的不足，尤其是提升心理健康人权部分几乎很少，因为讲的多半都是医院的建立或者是咨询等等。好，所以我想这个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是缺少的。好，那既然在这样讲的，我们就可以提到说，心理健康到底是跟人权有什么关系？好，人权公约在联合国一成立，1948年他就公告了，人权公约里头就会谈到说，心理健康、身心健康就是
最高的标准就是身心健康、社会，然后你有该有的一些这个衣食住行等等等等的资源，还有一些服务，啊，像我们说精神医疗机构也是一种服务，啊，那离开了心理健康就不是心理健康，就不是健康。用这样的概念在看，那人权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有因为是不利的情况，就是难民、被奴役等等，就像现在伊拉克这些的战争，或者是埃及就说在这个战争中，以色列的战争，啊，那战争中间的妇女朋友的这个，或者是所有的人的这个漂流、无所居住的状况，它是对心理健康、人权是很大的一个不当。所以会伤害到心理健康。另外呢，像刚刚司长提到说，精障的朋友，他们有一些行为或者他们的做事情部分，很可能没有他自己做决定的一些可能性，所以呢，他会缺少这个支持。那在这个状况中间，他们的心理健康需要被协助。好，那第三个的话，就是一般人的福利人权，是心理健康人权。这心理健康人权里面，包括了工作、居住、教育、交通或安全等等。那在这些状况中间，也让我们看得到，就是说这些心理健康的福利人权，也包括了很多不利群体。不利群体不是只有精神病人，不利群体也有我们可能是意外的。刚刚我们看到说酒醉的状况导致的意外啊，或者是这个伤害家人的这个死亡等等。那这些不利群体也是要被我们关心，每个人都应该有他心理健康的提升。就像刚刚我们讲到说 ，CRPD 就是对那个身心障碍者的这个公约，那里面审查委员就会特别提到说，身心障碍的人一样有他心理健康的需求，可是我们在公约里头看不到，我们只在说我们要当然初步现在都在这种结构的事情，所以我们说无障碍空间、无障碍的交通工具等等，或者是自立的那个群体，可是怎么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在几个公约里头几乎看不到。啊，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这个地方，接着师长底下，我们就说国家的普世人权，我们还要更积极的，就是因为民间团体，刚刚我们讲到说，国家报告，民间团体会提引子报告或者是这个替代报告，所以民间团体可以把我们看到的回应给政府，来弥补政府还没有做的。政府可能在做，它有1步、2步、3步，可是民间团体可以毫无忌惮的就把我们要的提出来。好，那这个是在这边，所以也就看到说，实践心理健康人权，我们的权利和义务，我们的权利，而且我们要了解，心理健康是有变动的，它不是永远说啊，我健康就永远健康，不是啊，身体健康你也会有一些慢性疾病，你也会有一些意外发生的身体的状况，那心理健康也一样，所以它是变动的，可是它是可学习的。所以在个人方面，你能够了解到自我了解，可以这个了解到情绪的处理，或者是能够看到，就是说，在这个跟人的关系互动啊，或者是你可以展现你自己能够贡献社会等等等等。那这些情况底下，我们个人不管是身心障碍或者是这个疾病，我们都有这个个人人权。你必须要能够了解自己，能够去实践去处理。那当然，要是说，像刚刚我们提到说，有一些孩子他们不太了解，像喜憨儿等等，但他还是有他生活的权利，啊，他还是能够有事的、有工作的，能够跟人互动的，在他了解的范围中间。好，那另外一个呢，社会的心理健康，社会必须要提供一个社会经济的建构的一个环境，那这个环境能够让大家是支持的环境，啊，是社区一起参与的，这是社会健康，社会的心理健康。那对于国家的心理健康，国家就得提供好的政策，要提出保护心理健康的因子，增加心理健康的好的因子，而风险因子可以减少。甚至在一些好的国家政策中间，可以让就是说大家能够在这个过程中间觉得安适，觉得安全。好，那这个的话，我想就是我提到说，心理健康促进我们70年的里程碑。这个里程碑呢，你看得到，从我们的1999、921那时候，大家第一次才看到说，哇，心理健康跟我们有很多的关系。好，那这个关系，我们看到当初很多的那个灾民出来，外面有好多棚子，大家都跑去宗教团体去收金，结果精神科医在旁边摆的摊子，最后就说摆了一个科学收金。好，那到88风灾到这个就灾难的状况，我们看到心理健康跟我们的重要性。
那我们都成立心理健康行动联盟来协助。那另外一个状况呢，我们也开始对政府开始做游说。好，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像这边就是看到说，我们去总统府2010年去总统府，那时候是建马总统，然后我们提出说心理健康应该要推展，而且我们要成立设施心理健康司或者是心理健康署。那在下面一个是2012年，我们就推出心理健康城市的概念，那时候各个县市的那个卫生局长等都有来参与，还有立法委员等。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图表上可以看到说，我们有这个就是对这个宗教心理健康、对 SARS 的心理健康等等，我们提出一些记者会。好，那这个的话就开始看到说，哦，中间出问题了。我们虽然跟总统就拜见的时候提出心理健康重要性，那国家也在做改组，没想到组织再造的时候，却突然在2012年底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不对劲，因为口腔健康要放进去，所以变成心口司。你们都知道吗？心口合一、心口不合一。台湾出现了心理和口腔健康司，是全世界唯一的。好，那这个我们觉得说这是不当的，所以我们提出抗议，而且也特别做了一个研究，就是来分析口腔和心理在一起的职能分析，就是希望说我们民间的行动，那督促心理健康司能够独立设置。好，那在2017年呢，也曾经跟小英政府去提到说，他这个提出心理健康的承诺有5大承诺，那他的实践在哪里？所以这个也是终于我们分家了。去年，好，所以我想司长上任，这个就刚好接到这个心理健康司独立了。好，那我们也很高兴，花了这么多时间。好，民间团体真的有用。好，所以我们会说，实践心理健康人权的保障和促进，在这个状况中间，就要结合专业和民间力量和政府公司协力。那右边两本书，2022年这个。mental health mental 这个就说是 WHO 提出来 mental health 的这个 report， 特别也提到说，心理健康不是只有针对精神病人，其实所有的人都应该在我们考量之下。好，那我们民间团体怎么做呢？我们在2022年成立了台湾心理健康联盟。过去我们有一些行动联盟，可是都事情结束了，抗议结束我们就解散了。但是呢，我们这次的方向放的就是说，我们要延续，要能够跟政府公司协力，好，所以我们就成立了台湾心理健康联盟，有这个68个团体，好，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也看到，就说，大家谈 mental health， 因为英文的 mental health， 大家怎么翻译？直接翻就是心理健康。可是心理健康是病吗？为什么要有心理健康假？心理健康是病吗？为什么需要急救？这个是在翻译中间，我相信，这个未来司长可能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来稍微做一些用词的改善。好，那因为我们习惯性看到 mental health 就讲心理健康，可是我们要知道说它是心理疾病还是不是。好，所以这边我们说 mental 就是这个 distress 是心理不适。我们每个人多半有时候就说你碰到一些事情很紧张、很焦虑，这就是 distress。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心理不适。好，但是要是你有 mental illness， 你有 mental health problem、mental health condition， 国外在这些用词中间也在重新提出定义。好，所以在这个状况中间，就是说我们要除了是被医师诊断的是精神就是视觉失调或者是忧郁症等等。好，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说，我们是过来人，就是我的过来人，不管包括是精神疾病的过来人、康复者，还是癌症的康复者过来人，或者是车祸的这个家属的过来人等等，我们有很多过来人的经验，也是在我们推心理健康方案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到的。好，所以我们会说你是 consumer， 你还是 health 这个 service 的 user， 好，还是 survivor， 你在这个恶性的环境、歧视的环境，你活成了。好，所以这个是心理健康是全民的，每个人都是这个生命历程，我们要一起发展。这是我们68个团体在这里，我们有这个怎么说？就说有各种的不一样的团体，有单独的妇女团体，或者是儿童的团体、双胞胎团体，啊，或者是这个专业团体，我就不多提了。可是我们还是有那个像一些新福里专门在做社会情绪学习，啊，或者是一些基金会、永续发展基金会等等，啊，所以这个是在这边我们68个团体。那我们重点就是放在说，我们这68个团体一起做什么呢？我们要做预防和促进，我们要做平等和共融，我们要做全世代、全人、全程、全世代。
啊，就是世代的共融、世代的交流啊，而不是单独的。那这个也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个图形中间看到说，在人权下，我们限制是大家都高高低低，没有办法看到操场上的活动。可是假如说你平等，就给他一样的箱子，让他站高一点。可是真正公平的话，矮的人就给他箱子高一点，他都看得到外头。可是真正是正义的话，其实就把那个围墙拆掉，你就直接看得到了。好，另外也有坐轮椅的，你要知道他的轮椅能够上得去。好，那另外公共心理卫生的观点呢，是公共卫生的话，在下游我们就一直在救人，可是我们这个到这个中游的话，下游的话就是建立很多的医院或什么。可是到中游的话是说，你上游看到有人掉下来，你走上去看看，原来桥断了，你把桥结在一起。那么再下来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应该要再上游，我们就应该让每个人都有一些风险的概念，能够学会游泳，啊，然后指标放在那里，你看得到，你知道说这个是危险的地方，好，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因为心理健康日，我们就推了很多的投资心理健康或者是普世人权的一些活动。那最后我就要想说，我们要推动心理健康的主流化，我们要实践心理健康的人权。所以在这里头特别跟大家邀请，就是说我们要能够充权，要能够大家参与，要能够合作，然后才谈到治理。所以我们希望心理健康融入所有的 SDG 17项里头都应该要有心理健康，也应该要有性别平等的概念。那性别平等就会涵盖到族群、性别，或者是一些不同的状况。好，所以我们都就说一定要有，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不只是找风险的因素，我们还要找促进健康的因素。心理健康也是 salutogenesis， 就像说韧性啊，好，或者跟人的关系。那另外呢，我们心理健康促进，我一直还是强调促进，因为刚刚司长在谈的是从医疗部分看，可是我们现在谈的是从促进方式的话，也都应该把它融到各个人权公约。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心理健康要融入各个政策和方案，在这个状况中间，就让我们的心理健康能够普及，让心理健康可以看到心理不适，每个人都能够了解。好，所以我们的民间团体为什么会有这68个团体？我们也内部交流，互相学习，看到我们对心理健康的工作是什么。过去妇女团体会觉得说，哎，我们不懂心理健康。现在他们了解了，他说我在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就是一个促进女性心理健康的工作。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就说，跨内部各个团体 NGO 团体也要跨部会，甚至还有企业。所以在右边我们就提到说，心理健康是应该要投资心理健康，企业体就得要说，我会注意到我自己的心理健康，注意到家庭心理健康，我也能够关注到我的员工心理健康。立法委员就是不能够砍心理健康的预算，他要加强才对。好，那卫生部门就应该要增加那个预算。好，所以呢，我想时间很快，已经过了时间了。但是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跟我一起来做这个心理健康的人权宣言，是不是？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念。好，所以大家能够好。我享有最高可达到之身心平衡。好，我念一句，你们念一句好了。我享有最高可达到之身心平衡、幸福安适的心理健康。请念。我愿意投资心理健康。我承诺善尽个人所能，在我的家庭和工作上确保并维护心理健康人权。好，我想我就到这边结束。希望大家都能够提升我们自己的心理健康，也照顾到我们周围的人。谢谢。掌声谢谢召集人。